虽然上海超级工厂的2期工程还没有完工，我们知道啊，2期工厂是为了 Model Y 而建的，主要是用来生产 Model Y。但是你知道吗？特斯拉工厂已经利用1期工程的生产线，悄悄试产了 Model Y。白车身的碰撞试验已经在上海工厂内部进行了，也就是说，上海产的 Model Y 已经开始下线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Wayne。今天是一个快速的分享，跟大家聊一聊 Model Y 和 Model 3的最新消息。这张呢是内部员工拍摄的照片。那看完这张照片，估计大家都乐了，这不就是一个 Model Y 的轮毂吗？网上多的是啊。那大家纷纷表示是忽悠吧。有心人把图片放大了一下，这就有点意思了。轮胎上印着中国制造，但又有小伙伴质疑了，也有可能是中国造的米其林轮胎啊，不一定车就是中国造的。就算是美国工厂的 Model Y 上面，也可能用的很多的零件都是来自中国呀。拍个标签就能说是中国工厂生产的吗？那立马有网友传了这张照片，讽刺他说也拍到了一张国产的 Model Y。那随后呢，这哥们儿奉上了这张照片，验明了正身。那今天呢，有一位叫做成本不一的网友在盐城抓拍到了一台国产的 Model Y。虽然车体都贴了伪装的贴纸，但是非常容易分辨出来这是一台 Model Y。这应该是一辆测试车，正拉往中汽中心盐城汽车试验场。那这个试验场呢，是一个路试中心。那国产的 Model Y 呢，应该是拉去那边做路试的。那这位兄弟还透露，明年很可能要上100度电的 Model 3和 Model Y。那这个不管是他的猜测呢，还是真的掌握到了实质的讯息，我们都不能忽视啊。毕竟目前特斯拉的产业链越来越向中国靠拢。老马呢也说过，如果大家都买不起特斯拉，那证明特斯拉还是不成功的。目前特斯拉在做的就是极力的降低造车成本，越来越多的零件采用了中国供应链，所以现在很多的特斯拉的新消息啊，都是从中国来的。比如上一周工信部的网站放出了 Model 3的最新更新，显示 Model 3要更换像 Model Y 上采用的那个黑色哑光饰条了。之前购买 Model 3的很多小伙伴呢，刚拿到车都会花钱把饰条改成磨砂黑色，现在 Model 3很快就要配备原厂的黑色饰条了。那屏幕前的你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吗？你更喜欢银色的还是哑光黑色的饰条呢？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吧。除了要更换饰条以外呢， Model 3将要迎来比较大的更新。首先将要更换新款的大灯总成。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大灯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改变，好像是增加了一个透镜。那我们知道特斯拉的大灯的一个槽点就是不带随动转向功能，这个配置在传统的汽油车上已经不算新鲜了，并且也是一个非常实用，能够显著改善夜间视线的一个配置。随动转向的功能的大灯一般都会带透镜的结构，这次更新呢，特斯拉很有可能增加这个配置，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猜测。那新的 Model 3将改变前备箱的尺寸，把原来的尺寸改小，应该说是更窄了，但变深了一点点。那这一改变不用说，肯定是为了增加热泵，并且与 Model Y 的前备箱的风格统一起来。这个呢是特斯拉内部的维修手册，上面出现了2种不同规格的前备箱。我们知道热泵会占用更多的车体空间，那这一设计虽然会增加自重和噪音，但可以明显改善冬季极寒条件下的能耗表现。我相信 Model S 和 X 改版的话也会装上热泵系统。那这次的电池日呢，也很有可能宣布特斯拉全系都会使用热泵系统。那另外一个小改进呢，是 Model 3终于有了 Model Y 车主那样的电动尾门了，这是一大痛点吧？很多人不惜冒着破线的风险也要装这个配置，可见大家对于这个功能是多么的在意啊。另一个猜测，大家都知道 Model Y 的后地板结构是一个整体，用到了全世界最大的铸造机。那 Model 3、Model S 和 X 会不会换到这个工艺生产呢？这会极大的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呢也做过介绍，但是很多的朋友都给我留言，提出了一些疑问和质疑。
问题大概是集中在一体成型固然好，但如果撞车了，会不会容易变形呢？那修理起来的成本会不会飞起？首先撞车的话，肯定不是你赔，是保险公司赔，对不对 ？OK， 不开玩笑。那我就来说一说一体成型的结构到底行不行？虽然特斯拉美国公司并未做出官方的说明，特斯拉中国公布了一份官方的说明，说明里是这样写的：一体成型压铸的车身，首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告别异响，铸造件从70个零件最终降为了1个，取代了造车中的折叠、粘合、焊接等工艺，让造车告别折纸的工艺，从根本上告别了异响。那第二点是安全性的改善我们知道 Model 3是出了名的安全，获得了各国各项测试的最高安全等级。那一体成型的工艺增加了防撞梁的受力的面积，从而提高车身的性能。那这个文件显示碰撞性能可以提高 20%， 这个你受得了吗？那之前已经很强了，再提高 20%， 应该说是很难撞坏了吧？如果真的要把这样的底盘都撞坏了，那得是多惨烈的撞击啊！ OK， 第3点的提升是一体成型的工艺减去了特斯拉多余的体重，后地板的总重量大约减少了 30%。 那大家都知道，减重 30% 对于整车的能耗和操控能带来什么，这不用我多解释了吧？那这3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撑起革命性这3个字了呢？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那就错了。还有第4点，传统冲压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料，那废料的比例大约是 50%， 而一体成型的工艺在实现原材料 100% 的利用的基础上呢，还能将其他冲压的铝板废料进行回收再利用，这就太强了吧！不但节约了整车制造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节省了资源和能源，更加的环保。所以很多人喷特斯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什么热泵是别人用剩下很多年的技术电池技术没有什么突破等等等等。我就想问，你真的了解特斯拉吗？可以说特斯拉的每一项技术如果仔细推敲一下的话，都是非常恐怖的。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喜欢我就关注我，废话不多说。虽然评论区里面天天都会有很多的水军攻击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默默的支持这个频道，我都看到了，谢谢各位。那这是一个专注于高品质生活的科技频道，我是你们的 Wayne，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